前一讲我们讲了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，在丰臣秀吉病死后，另一个大领主德川家康在混乱中最终胜出，统一了日本，在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建立了日本最后一个幕府，这就是江户时代，又被称为德川幕府时代，持续到明治维新才结束。这一讲我们就来说说日本的江户时代。这个时代非常有意思，它承接着前面100多年的日本战国时代。总体来看有点像我们中国说的从大乱到了大治。为什么说有点像大治呢？因为江户时代的日本高度稳定，一共260多年时间没有爆发一场战争，甚至连稍微有点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没有。再看经济，江户时代开始的100年中日本的耕地数量增加了将近1倍，说明农业发展迅速。另外，商业也繁荣起来。江户、大阪这些城市的规模扩大很快，并且形成了强大的商人社会。著名的三井财团就是从江户时期的绸缎商人开始起家的。但是我这里也要告诉你这种像是大治的局面不是没有代价的，这里面最大的代价就是日本社会的固化。要知道，德川幕府为了在100多年的战乱以后可以创造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，几乎把所有日本人的等级和身份都固定了下来。具体怎么做的呢？首先，他把社会划成4个大的等级：士、农、工商。士就是武士，只有武士能够当官，其他等级的人都是平民，不许当官。而且每个等级里面还有细分。例如，农民就有不同等级的农民，分为地主、自耕农、佃农，还有没有土地的农民。更重要的是，江户时期不光是把等级固定了下来，实际上也把身份或者说职业也固定了下来。你家如果是农民，那子子孙孙都必须是农民；如果是商人，那就必须世代经商，统统都不许改行，更不能同时去做其他的职业。所以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来说在江户时代，几千万日本人就像被限制在几千万个小格子里，动弹不得。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能看到。你如果到日本去，会发现很多日本人从事的职业都有家族特点，往往是他的父辈甚至是几代人都在干这种活，这和我们中国很不一样。不过这种固化并不是这一讲的重点。这一讲重点要说的是另外一种固化，那就是江户时代日本的锁国政策。我们以前学中国历史的时候都知道，中国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奉行闭关锁国，后来在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面前才被迫打开国门。那日本的锁国是不是一回事呢？首先要回答是，日本的锁国和中国确实有一定相似的地方。这个锁国首先是对自己人的，就是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，同时禁止民众去海外。这一点同时代的中日两国的做法都差不多，但到具体执行上，两国还是有区别的。中国在这方面的执行力度在不同时期有差异，有时很严，有时相对放松，依据各方面的情况而定。同时因为地方太大等原因，海上的走私贸易从来就没有停过。但日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德川幕府宣布第1道锁国命令以后，在之后7年内又连发4道命令，力度非常大，而且很严酷，规定所有日本人都不准出国，如有违反将处死刑。那么已经在国外的怎么办呢？规定不许回来，否则不问理由一律死刑。在走私贸易方面，日本因为地方小，再加上江户时代那种管理模式也查禁得非常彻底，所以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，之前在海上活跃了100多年的日本海盗或者说是倭寇，还有日本走私贸易船、合法贸易船，统统都不见了。江户时代的锁国政策确实把整个日本都严密地锁了起来。但是请你注意，我们今天的人往往会被锁国这2个字误导，觉得锁国就是完全封闭起来，不和外界交流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锁国首先是针对本国人，其次是针对外商，而在对待外商方面锁国政策往往都会留一个很窄的口子，
当时清政府啊就留了广州这个口子，和外商继续做贸易。日本在这个方面的做法啊也有一点类似。德川幕府宣布锁国以后呢，规定所有外商只能通过一个城市口岸和日本做生意，这个地方就是长崎，别的地方一律不许去。但和中国不一样的是，日本对谁能来做贸易也做了严格限制，把之前的一些欧洲商人，像葡萄牙人、英国人全部赶走。后来葡萄牙商人派遣使者要求重新通商的时候，幕府干脆下命令把使者处死，把船烧掉。所有欧洲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继续和日本做贸易，那就是荷兰。那为什么只留下荷兰？我待会儿再说。另外还有一个国家，那就是中国。中国的商人也可以继续到日本做生意。不过呢，日本对中国和荷兰这两个国家能和日本做多少生意也有限制。这一点和中国也不一样。日本幕府规定啊，每年可以进入长崎的中国商船不能超过30艘，贸易额不能超过45万两白银；荷兰商船不能超过2艘，贸易额不能超过22万6千两白银。这就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一年所允许的外贸上限。要知道，乾隆年间，广州负责专办贸易的商业组织，也就是13行，一年上缴的税银就曾经达到过600万两。所以呢，从诸多方面来看，和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相比啊，日本的锁国政策更加极端，也更加彻底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要问了，那为什么日本要实行这种锁国政策呢？这里的关键就是对国家的控制问题。首先就和禁止天主教有关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当时罗马天主教会非常积极的往东亚派传教士，有不少传教士呢就搭葡萄牙商船到了日本，因为葡萄牙就是天主教国家。但是随着日本信教的人越来越多，德川幕府觉得问题大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日本传统的宗教是佛教和神道教，而幕府长久以来都通过控制这两种宗教来巩固自己统治，而天主教大量传入，当然会削弱佛教和神道家在日本社会的地位，从而呢间接的削弱幕府的权威。所以德川幕府发布禁教令，命令所有传教士离开日本，同时呢对日本已经信教的人群开始镇压。几年以后，幕府发布锁国命令，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巩固之前取缔天主教的成果，把日本人和欧洲传教士完全隔离。那锁国政策控制的另一个对象就是各地的领主，也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大名。这个也很好理解。你想，如果日本保持之前的开国状态，那些大名可以自由的和外国做生意，不光可以积攒起大量的钱财，而且呢还能私下进口军火。时间一长，幕府又控制不了那些大名了。而一旦锁国，那所有的外贸都在幕府的管控之下，对于那些大名的钱袋子、刀把子，幕府都一清二楚。那除了控制基督教传播和各地领主的势力以外呢，锁国政策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凸显幕府的权威。可能是因为之前日本战国的教训太惨痛了，所以呢，德川幕府上台以后非常注意突出自己的权威。他把日本各行各业全部设下限制也好，把国家整个锁起来也好，其实都有显示权威的意思。这里就要说到荷兰商人了。我们前面提到，中国和荷兰是仅有的两个被允许和日本做生意的国家。允许中国很好理解，因为中国和日本传统上就有大量贸易往来。那为什么允许荷兰呢？首先，荷兰是新教国家，它和派遣天主教传教士无关。更重要的是，荷兰人的身段比其他欧洲国家放的都低。要知道荷兰为了能继续在日本做生意，必须接受一系列的条件，其中呢，包括要和其他小国的使者一样去拜见幕府，而且呢，不光要磕一连串的头，还要呢按照幕府将军的指令，一会儿脱衣服，一会儿穿衣服，还要被迫唱歌跳舞，扮演酒鬼。那为什么让他们做这些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为了向日本人和外国人显示幕府的权威。你看我让他们干什么，他们就得干什么。所以你看
江户时代日本的锁国政策，从内在动力到外在表现，实际上呢，都是和德川幕府加强对国家、对社会的控制联系在一起的。正是因为如此强有力的控制，才使得日本出现了260多年的稳定或者说固化状态。好，这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。总结一下，江户时代的日本实现了从战国时代大乱到大治的转变，但它的代价是社会的固化。此外呢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江户时代的幕府实行了极为严格的锁国政策。但是国家也好，人也好，都不可能无限制的固步自封，一旦面临大的外力，就可能出现颠覆性的变化。这就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：日本如何开国。